我是大脸喵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这期的分享。那第一个小技巧，在 ZBrush 里呢，雕刻这种比较小的部件的时候呢，就需要放到很大来雕刻它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没有空白的地方给你做视角的操作了。再按以前的操作视图的方法呢是行不通的。那这个时候可以使用右边这几个按钮进行视角的操作，但是每次都要按住按钮去操作呢，会非常的麻烦。最简单的方法就直接用右键就可以了，也就是说，把正常视图操作的左键换成右键，点击在模型上就可以执行正常的视图操作了。这样呢，操作起来就会非常的顺畅，模型也是想放大多少就放大多少。第二个小技巧是有关于平滑笔刷的。那正常雕刻的时候呢，笔刷的大小就是这个红圈，按住 Shift 以后变成了平滑笔刷，那笔刷的大小呢就是这个蓝圈了，就可以平滑处理模型了。在雕刻细节的时候，那雕刻的笔刷尺寸呢会比较小，雕刻完了以后，我想去平滑处理模型，就得把这个笔刷的尺寸调大再去平滑。平滑完了以后呢，还得把这个尺寸调回来再去雕刻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整个的过程下来就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了。这个时候只需要在笔刷下面找到这个平滑笔刷修改器，把这个更改笔刷大小变成2。那我再次按住 Shift 切换到平滑笔刷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个蓝圈的大小就是红圈的2倍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不用来回调整笔刷的大小了，只需要设置好平滑笔刷的比例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也可以把平滑笔刷的比例变小，这个呢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整就好了。第三个小技巧就是平时建模的时候呢，经常会遇到不同的颜色组的问题。那比如呢，我想把这一圈的面变成和最里面的这个面的颜色一样。那我现在是在 ZModeler 的 QMesh 的命令下，那这里呢在其他的命令下也是可以的。首先在想要吸取的颜色组上 Alt 点击，然后松开 Alt， 按住鼠标左键，接着点击 Shift， 这样操作以后呢，就吸取了最里面的这个颜色。下一步就是按住 Alt 加鼠标左键，选取需要变成这个颜色的面，选完以后松开 Alt，按住鼠标，那整个的操作呢就完成了。熟练操作以后呢，还是非常简单的。那利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任何面变成自己想要的其他颜色了。这样利用组去建模就更加的轻松了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